命，告诉日本人，八路有小山炮1门，重机枪不少于2挺，人数报300。喂，太君，我们查清楚了，山炮4门，重机枪8挺，人林子里都满了，最起码有1000来号，赶紧来吧！大本是带着10几人的县大队攻打小报庄，而这里驻防的伪军足足有1个连的兵力，机枪跟暗堡那是应有尽有，双方无论是从兵力还是武器装备上都差距巨大。那究竟是什么让大本是如此大胆呢？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他有一门刚从9纵司令部那借来的小山炮。不过这枚炮弹只有1发，不到万不得已他还舍不得用，于是先安排战士们3枪连发，伪装成机枪点射的模样，吓唬炮楼里的伪军。随后再安排郑傻子跟算盘从侧方潜入到碉堡附近，准备先炸了外围的碉堡机枪火力顶。郑傻子一听不仅有肉面还有饺子吃，顿时心里乐开了花。不过为了让他的成功率更高一点，算盘特意叮嘱他等手榴弹引线拉出后3秒再扔出去。而有了算盘的方法跟饺子诱惑，郑傻子如同炮神附体，在扯掉手榴弹的引线后延迟了3秒再扔向了敌人的碉堡。在进入碉堡的窗口之后，果然瞬间就爆炸，而这也直接让炮楼的伪军立马都慌了。连长，咱们的1台机枪让八路给端了，听枪声，他们好像也有重机枪，而且不止1挺。点射从未停止。原本自信满满的伪军连长顿时没了底气，还以为碰上八路军主力的他，立马让通讯兵打电话跟日本人求援。可就在他们跟鬼子求援之际，饺子哥已经准备好了第2颗手榴弹，在心里默数了3秒后，奋力地扔向了敌人的碉堡。可不幸的是，手臂却中弹。不过好在手榴弹精准地命中了目标，这下他的肉面跟饺子算是稳了。没多久的功夫，郑傻子就炸毁了炮楼前的2个碉堡。这下大本是知道有谈判的筹码了，于是立马让已经凑齐八路军军装的5名战士连忙站在自己身后，并假装成主力部队，准备向炮楼里的伪军喊话劝降。小包庄的伪军都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八路军9纵老3团主力部队包围了，你们现在就是下锅的饺子，一个都跑不了，限你们5分钟之内交枪投降，如果不投降，我们就开炮枪扑，到时候你们全都得枪毙。大本是话刚说完，热闹就开始准备倒计时5分钟了。而此时伪军连长虽然已经被吓得一头冷汗，可却依然说着嘴硬的话，因为此时他还以为日本人会过来救他，于是抓紧让通讯兵联系县城里的鬼子。太君，我们是小包庄保安队的，我们被八路军主力给围了。消息传到寺内勇这里，在听闻小报庄的伪军说遇到了八路军主力后，寺内勇是一脸的困惑。为了弄清楚事情真假，于是又让小报庄的伪军将八路军的武器配备跟兵力都搞清楚。而此时5分钟时间早已经过了，可大本是见炮楼里的伪军还没有一点投降的意思。还有1分钟啊！再不投降，老子开炮轰你们狗日的！此时炮楼的伪军连长并不相信大本是他们有炮，他们跟八路军打交道这么多年，充其量就见到过八路军使机关枪，从没见他们使用过炮。而此时大本是已经等待的不耐烦了，于是让石头赶紧把山炮给拉出来，打算亮相吓唬这群伪军。而等伪军连长看到这门小山炮后，顿时脸被吓得煞白，于是连忙让通讯兵赶紧给日本人打电话继续求援。八路有小山炮1门，重机枪不少于2挺，肯定是主力，人数报300。喂，太君，我们查清楚了，山炮4门，重机枪8挺，人林子里都满了，最起码有1000来号，赶紧来吧，再不来真坚持不住了。本気が8のかな。逮捕持っていろ。はい、逮捕は4もあります。